啊，下面一括号，大家记住一口诀啊，崇祯时期的瓷器有一个上下按刻纹，啊，中间括号纹，括号云，上面合欢树，下面榆林草，这个就是崇祯时期的纹饰纹样，包括它的胎纸啊，这个胎纸呢，我们一会儿看底足啊，就是叫糯米啊。下面我再跟大家，这个糯米胎。它为什么不能说叫白面胎？为什么说糯米胎？叫什么概念？啊，这个你看这是崇祯时期的啊，这个是叫这个是养陵式这个大尊啊，尊瓶非常漂亮啊。这件就是典型康熙时期的，你看这个云纹，它就不是那种括号云了，对吧？啊，所以说这个呢，我们就定清早期，那个是明末啊，清早期典型这个康熙时期的啊。这个康熙时期呢，实际上我们从纹饰来说啊，那么没有超过刀马人物的，这就属于刀马人物啊。那康熙时期的瓷器呢，就是也有一个口诀，这口诀是什么呢？就是发色翠蓝啊，这个什么呢？用笔呢是这种斧劈皴啊，然后呢胎纸糯米，然后属于这刀马人物，就是天花板。最棒了，这刀马人物啊，其实这件呢，我觉得啊，你看啊，一般我们说康熙时期的器型呢，它是非常古拙的，但是这个呢，在古拙的基础上又不失于这种秀美，看到了吧？啊，而且这颜色非常的浓艳。这件来，我们来看看啊，这所有人都知道了，这叫莲子罐，你看像不像一个莲子？哎，这个是大的莲子罐，而且这种发色，非常的亮丽，啊。包括像这个大莲子罐呢，一般都很少见到的啊，画的这种花卉加博古纹，啊，这个是一个崇祯时期的莲子罐，啊，如果我现在给大家讲，讲完以后呢，如果大家需要上手的，我再给大家上手。文房雅器，我们看啊，这种文房雅器呢是一个大的号的这个笔筒，那么像这种大的笔筒呢，我们称为叫笔海。啊，而且画的是什么呢？这种应该叫高氏或者竹林七贤，啊，竹林七贤呢，实际上我们说晋魏时期的这个7位这个隐士啊，经常在竹林里啊，这个把酒言欢，所以呢，这个他们是这个竹林七贤啊。像这种大笔海啊，在任何的时候，我在30年学徒的时候啊，那会儿就是奢侈品，就非常贵，啊，你看它发色。啊，包括人物的表情，啊，栩栩如生，这个也是莲子罐啊。刚才那莲子罐呢，那个口径呢，它的颈部小，但是这个呢是这种颈部稍微高一点的。你看，啊，这种蕉叶纹、主题纹是人物故事，包括你看它那个云纹依然是括号云，对吧？啊，而且呢，在它的颈部下边一点，也就肩部这块有一个暗刻纹，看到了吗？暗刻纹，这就是典型崇祯时期的特点。啊，这件呢，我们看啊，也是一个康熙清早期的一个这种莲花形的一个大笔海，啊，你看这种画这个花叶，就是什么呢？花有阴暗，叶有反侧，你看，包括这个荷叶的这种翻转的这种效果啊，表现的淋漓尽致，啊，这就是我们说过渡期明末清初的，用这种青花啊这种。皴染的这种效果，你看一个荷叶，它分5种以上的颜色。我们说这个，焦墨、浓墨、重墨、那淡墨、水墨、清墨，哎，这个青花呢，实际上也分5种颜色。那么青花呢，它分的颜色就是什么呢？这个头浓、正浓、二浓、正淡、影淡啊，这个也是啊，墨分5色。嚯，这个叫大筒瓶，大筒瓶。是不是我讲完以后，我们直播间所有藏友都是想买呀？啊，11号拍卖啊，11号拍卖，今天给大家带预展。看完以后呢，然后哪件不懂呢，或者说哪件呢看详细的呢，我再上手给大家看，好不好？今天我为咱们直播间所有藏友服务的，并且服好物。OK， 这个大筒瓶呢，我这目测呢，它的高度达到了应该有40公分左右，啊，对吧？我这个眼力还可以啊。40公分左右，你看这种青花，它是这叫青分5色，通过一个青花
会表现这个山水人物的立体感，包括远近的这种视觉效果。你看，我们经常说的合欢树，什么是合欢树？我们看这上面的树，这种树像柳叶一样，这就叫合欢树。啊，我们经常提到鱼鳞草，我们看看这个人物的脚，这个脚底下，这个草像鱼鳞一样模，这就是属于鱼鳞草，这就是崇祯时期的典型的特点，啊。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属于康熙时期的，啊，这种大笔海，但是它的绘画风格呢是属于什么呢？我们说这个叫淡描，它不是那种大写意了，它属于淡描了，啊，这种。也是算刀马人物，啊，这也是一个大笔海。这件呢，属于是明代崇祯时期的。其实这个崇祯时期啊，我们有没有发现，它这种发色有点像什么呢？像那个有点像回青料的感觉了，就是有点发的翠蓝。那回青料我们知道啊，在明代嘉靖和万历时期呢，用的这种回青料，有一个特点，那回青料呢，它是多锰低铁。我们说这个苏麻离青呢是多铁低锰，所以回青呢它非常的翠蓝，但是没有铁锈般的这种析出啊。这个是一个明代文件。OK， 棒水瓶不用看了，一定是康熙时期的。为什么呢？因为棒水瓶是康熙时期创烧的，在明代是没有棒水瓶的啊。这个形容这康熙时期的棒水瓶呢，就是有骨有肉的，包括它的肩部那非常的挺拔，能看出来了吗？啊，有骨有肉的，这就是。而且这个发色呢，我们看它的这个下边这块发色，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叫翠毛蓝，啊，这就是所谓的翠毛蓝。很多藏友呢说不知道翠毛蓝，我说这就是翠毛蓝。来，我们再看这个，也是一个清早期康熙的一个大花菇。这种花菇呢，实际上也叫凤尾尊啊，也叫凤尾尊。你看，这种，而且人物故事主题是这个人物故事。它的腹部呢是以这种开窗的形式啊，然后画这种花鸟，底边呢依然是这种人物故事大花菇。OK， 这是一对花盆。那么这个花盆我们知道，一般我们说见到的花盆都没有这个底帘，这个你看没有，它有底帘，所以也非常难得的啊，清早期的，并且人物故事的啊一对啊。其实呢，在我们古玩行业呢，我们说收藏的角度来说呢，这叫一对什么概念啊？就是1+1大于2，也就是一对呢是3只的价钱，啊，这个也是一个明代崇祯时期的一个大号的这个筒瓶。你看我这个字小，我看不见啊。这个我觉得它的尺寸达到了将近50公分了，这个45吧，啊，你看45，达到了这么高啊，这么高，非常大啊。就是你到现场呢，你就看它是有一个视觉的冲击力啊。这个达到了45高度，啊，45高度大家没有概念吧？来，我是1.85米的个儿，这样看一下，就知道有多大了吧？我是1.85米的个儿，所以你觉得它有多大？我当一个参照物，是不是？来，我们继续。这件呢也是一个崇祯时，实际上呢，我呢去年我卖了一个跟这一样的。小号的那一个筒瓶，啊，是笔筒小号的，跟这画的一样，啊，你看这个花有阴暗，叶有反侧，包括这种荷叶这种翻转的效果，能看到了吗 ？OK， 这个是崇祯时期的啊大花菇。今天呢，我希望所有藏友不要走开直播间，因为这些明末清初的，你是特别难看到这么多东西，真的。可能你10年、20年也不一定有这么全的明末清初的东西，真的值得这个学习啊！值得学习。这个呢，就是一个崇祯时期的案上纲。那么崇祯时期有一个特点，你看它口沿它是没有釉的，平，啊，那种平修的口沿是没有釉的。那么到了康熙呢，口沿就会上釉了，这是平的啊，平修的，没有釉。啊，包括它这个青花的发色也是非常好的。你看，就我们今天现在看到很多这种青花啊，这个发色都非常非常好，啊，这个是一个康熙的一个大笔海，而且人物故事。这个筒瓶我看我就能达到48了，我现在这字看不到，差不多是40几
45吗？是，我觉得比那好像高一点这个也是一个明代晚期崇祯的一个大花菇大花菇。你看，这是康熙的口沿，是不是就带釉了？我们看，你看它这口沿上面这就带釉了，而且它的修这个口沿呢是这个泥鳅背足了，就不是平修的了，看到了吧？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时代特征，包括它的修足啊、口沿这件我是比较觉得最喜欢我在图录上我看到这件东西，后来我还说呢，我说这件东西如果要是有可能的话，我会买这件因为它什么呢？你看这种罐呢，它的腹部呢特别饱满，一般情况全是这种细长的但是它的腹部非常饱满，而且画的也很满。我一会儿上手给大家看看这件这件带一个圆装的盖子这是典型崇祯时期的。我们看括号云，对吧？你看这个口沿这种圆润的带釉的而且这还出自于文物公司的，这大意出自于这件说顶死范老师，这件还顶我没事，你们买的时候我就让着你们买了这件是康熙的而且它是以开窗的形式画这种花草纹嘛，鹤鹿同春，那么鹿嘛松树鹤鹿同春，长寿富贵的意思这件康熙的。而且呢，一般我们常见的这种束腰的全是小笔筒，当然像这种大的笔筒的束腰的也是非常少所以这是康熙的哇，这件特别好这件是一个文房雅器笔筒这件实际上我们大家也值得入手崇祯时期的。你看笔筒上边和下边带这种暗刻纹，看到了吧？带暗刻纹你像这种小东西摆在家里条案上非常好这种康熙小卷根康熙卷缸。来，我们再继续看这边，哇，这个笔筒呢看着那么熟你看那个大麒麟年代呢是崇祯时期的那种麒麟就是中国人为什么喜欢麒麟呢？也就是说麒麟出没处必有祥瑞，麒麟呢也是4大瑞兽之一，龙、凤、麒麟和龟也是4大瑞兽之一这是一个大号的笔海这个也是一个大笔海，而且年代也是明代晚期崇麒时期的发色也非常的翠蓝上下都带暗刻纹这件也是麒麟麒麟也是大棒式瓶。你看这种康熙的棒式瓶，你看它的肩部，这种肩部是不是非常的丰肩这就是典型康熙时期的。然后我们再看这边官窑